增进认知，实现自由。朋友们，这里是老管解牛。中国的3台印钞机坏了2台，今天老管要带大家揭开中国经济最隐秘的中心系统，就是货币系统。从中央银行行长的角度带大家去看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中国的3台印钞机支撑了繁荣和发展的奇迹。但是现在2台已经瘫痪了，只剩下1台还在运转。那这期影片，老管不夸张地说，含金量顶得上你在大学里听10堂金融课。那如果你觉得之前我讲的大通缩你还没有听过瘾，没听透彻，那今天这期印钞机之谜将补上你认知拼图的最后一块。你家里要是有学经济学的孩子一定转给他，这才是教科书里都学不到的真知识。那讲3台印钞机之前，我先给大家讲讲印钞有关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和机制。有了这些基础知识，你理解后面的就更轻松了。首先大家要清楚理论上货币是有2种，一种呢叫基础货币，另一种叫派生货币。这2种货币共同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它就是一国印钱的总量，具体来说呢，就是居民、企业、政府以及各单位手里的现金加上各种形式的存款活期的、长期的，这都是可以用来买东西的金钱。那常见的统计货币量的口径就是 M2， 它就是现金加活期存款再加定期存款，这个也被称作广义货币供应量。那这个是中国的计算方法，美国的算法跟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说统计口径不同它是计算方法就不同，是完全不一样的2个物种。那就有点复杂了，咱们今天不涉及。那么基础货币与派生货币都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基础货币就是中央银行直接印出来的货币，它通过商业银行流入经济体。那派生货币呢，就是商业银行它通过发贷款创造出来的货币。这2种货币在实际生活当中你是看不出来任何区别的，它们俩是完全混在一起的。但是当我们思考这些钱是怎么印出来的时候，这个差异就出来了。一个呢是中央银行直接印的，那另一个呢是商业银行印的。那我现在具体来讲一下这个过程。中央银行印钱，把钱交给商业银行，这被称作投放基础货币。它怎么投放呢？通常呢是通过所谓的3大法宝，一是给商业银行再贷款或者是再贴现，二呢是购买商业银行手里的债券，那这又被称作公开市场操作，三呢是调节准备金率。那再贷款是啥呀？我们去跟商业银行借钱，那叫贷款，对不对？房贷、企业贷款。那商业银行缺钱了，他就去跟中央银行借钱，这个就叫再贷款。那再贴现呢是另一种形式的再贷款，期限的更短只有几个月。那中央银行再贷款这个钱从哪里来呀？就是中央银行直接凭空印出来的，直接给商业银行账上增加一些数字就完事儿了。那公开市场操作就是中央银行从商业银行手里购买债券，那商业银行把债券给了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账上来增加相应的数字。第3个办法呢就是释放存款准备金，这个我后面解释。那除了以上3大法宝呢，还有一个办法叫收兑外汇，那中国呢一般叫外汇占款。这是商业银行拿着美元或者欧元去中央银行兑换人民币，央行拿走外汇，那人民币基础货币就交给商业银行。那基本上中央银行印钱的方法也就是上面这4个渠道。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商业银行它怎么印钱。商业银行印钱就是靠发放贷款。现在我出个小题来考考你的常识认知。那一家银行吸收了张三100万元的存款，然后这家银行又给一家企业发放了100万元贷款。那么现在问，以下说法哪个是正确的？ A.
银行给企业发贷款，就是把张三存的那100万元交给了企业，那经济体当中还是100万元货币。B， 银行给企业发的这100万贷款是凭空印出来的，经济体中现在多了100万，共有200万元货币在流通。你现在可以暂停一下，想一想上面哪一个正确？现在公布答案，答案是 B。银行给企业发的这100万贷款呀，它是完全凭空创造出来的，就只是给企业账上凭空增加个100万个这个数字就完事儿了。它不是张三存进来的那100万，张三那100万还在张三账上，压根儿就没动。所以经济体啊，实际上现在是有200万元存款，你是不是挺惊讶？是不是跟你常识以为的完全不一样啊？我以前每次讲到这个问题，那我没细讲，那结果总是有人在评论区里说呀，老管你胡说，商业银行怎么可能凭空印钱呢？那不可思议，这个博主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我要说呀，是你不了解货币创造的机制。来，我们再来捋一捋啊。假如 A 是对的，也就是说你去银行存的100万，银行把这100万交给企业发贷款，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账上的100万不见了？那实际上你账上的存款会不见了吗？那当然不会啊，那还了得呀。可是企业账上却凭空多出来100万存款呀。所以啊，企业贷款这100万实际上就是凭空印出来的。其实啊，要理解这个事情，关键在于你要知道，商业银行它其实也不是纯粹凭空给企业发贷款的，它凭的是企业的信用。企业承诺我到期把这100万给它还回来，所以这100万你表面上看是银行创造的，其实不是，本质上它是企业创造的，是企业用自己的信用背书，借银行的手把它给印出来的。你这么说你理解了吧？这就叫信用货币的本质啊。那你可能要问了，那银行它干嘛得先吸收存款才能发贷款呀？那是因为你凭空印了贷款，这个贷款在借款人这个账上变成了存款呀，那他可能要提现呀，他要去花呀，那你凭空创造的钱你哪有现金呀？那你怎么满足他的提现呀？方法就是吸收别人的存款，老百姓来存钱，存进来现金，你就可以用这个现金去支付他的提现。你说啊，银行这不庞氏骗局吗？哎呀，差不多，但它不是庞氏骗局，因为企业那个贷款它得还回来，所以啊，银行吸收存款的目的不是为了给贷款筹措资金，而是它要准备现金应付人们来提款。这一点在绝大多数的课本上都讲错了。那大学课本上都在讲说，银行吸收1000元现金存款，然后把这个贷款贷出去900元，剩下100元做准备，那这个时候存款就变成了1900元。哎呀，这哇里哇啦，这个解释严重错误，严重不符合实际的。你说那么多专家写的课本教了这么多年，难道都是错的？哎，你还别不信，它真是这样。这个错误就这样一直流传着。其实历史上早就有经济学家指出来这个问题了，但是象牙塔里面的老师们，他似乎一直理解不了这个事儿，你就这样一直坚持错误几十年。那其实2014年，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它已经官方发布文章阐明这个东西是错的了，但是呢，他们就是不改课本。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准备金的概念。准备金就是你准备的现金应对居民来提款呀。那准备金的来源可以是你吸收的存款，也可以是你从中央银行那里拿到的基础货币。那根据经验呢，通常这个老百姓企业它提取现金的比例啊，占这个存款规模的也就是6%到10%。也就是说，你银行手里得预备至少这么多比例的现金啊。所以这个比例就叫准备金率。那中央银行为了防止商业银行冒险啊，就是发太多贷款而保留太少的现金，那他应付不了老百姓来提现啊，就会发生挤兑银行危机啊。所以他就制定一个法定的存款准备金率，要求商业银行
你的准备金率不得低于多少多少。那这个就叫法定准备金率，它实际上限制了银行放款能力。你比如说，你要求准备金率是10%，那就意味着你有10亿现金的话，你最大只能通过发贷款创造100亿的存款。你要是要求必须是20%，那你就只能创造50亿的存款。好了，上面是我们讲的这个基本的机制，现在我们来看精彩的，那就是支撑中国经济繁荣30年的3台印钞机。第一台印钞机就是进出口。中国的进出口自90年代以后就大规模的快速增长，尤其是2001年加入 WTO 以后，那更是火箭般的窜升，从1990年的87亿美元飙升到2025年的1.2万亿美元，增长了140倍。这强劲的出口是中国的第一台超级印钞机。那它是怎么运转的？比如2005年，出口企业把商品货物卖给欧美换来了1000亿的美元。那这企业他得把这个钱拿去支付国内的各项成本发工资他就得把这个钱换成人民币他跟谁换他只能去跟人民银行换那1000亿美元给到人民银行，当时汇率是1比8.27那人民银行就给他8270亿人民币。那这是哪来的？这是中央银行凭空印出来的呀。你说它是基础货币还是派生货币没错，它是基础货币。那这8270亿转给出口企业在商业银行的账上了，那企业就拿去花了呀，发工资，付各种材料款，分配利润，对不对？那这个基础货币你看是不是最后都流到了居民个人的账户里去了？它就变成了老百姓在商业银行的现金存款。然后你看商业银行是不是一下子就多了很多现金准备那么商业银行是不是就可以去发更多贷款了？那么是不是又会因为发贷款而创造出来更多的存款，也就是货币这8270亿最终能创造出来多少货币当时的存款准备金率是 8%， 那就意味着商业银行最大创造存款的倍数就是 12.5 倍，8%的倒数，也就是 10.3 万亿。那2005年初中国的货币供应量 M2 总共才25万亿那你想，这要是商业银行把这个贷款给它放到最大上限，那一年就给你印出来 10.3 万亿增速 40%，那铁定要发生恶性通货膨胀那好在这商业银行发贷款它也不是想发就能发出去的，因为你贷款它还得老百姓企业有这个需求没需求你发得出去吗？但当时这个贷款需求非常凶猛因为当时劳动力人口大增内需外需都在大增，所以经济非常繁荣。那这一年商业银行实际它贷款印了多少钱出来？ 4.88 万亿接近这个最大上限的一半。那这也很可怕接近 20% 的货币增速那么很清楚马上通货膨胀就来了。那于是中央银行就急了，赶紧采取措施，要把商业银行手里的这些基础货币都给它收回来。怎么收3大法宝第一是公开市场操作，卖国债，就是中央银行把手里持有的国债卖给商业银行那商业银行不就把现金交给央行了吗？可是当时中国的这个国债规模实在太小了，中央银行手里的更少，它几下就卖光了。那然后怎么办第二个法宝，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那2006年开始，大家还记得吗？几乎每个月一次，存款准备金率连续提了10几次，那达到了 17.5% 的历史高度。可是出口涌进来的基础货币实在太大了，这么一直提下去它也不是个办法你还能提到100%吗？一提到100%，那商业银行它就不能够发任何贷款了，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办法？第3大法宝不是叫再贷款再贴现吗？可是那是给商业银行给他投钱
你现在是要给他收钱，你用不上这一招。所以最后中央银行急中生智，奶奶的，咱们干脆发债券吧。于是呢，中央银行开始大规模发行债券，名字就叫央行票据，大量的发，几千亿的发呀。那商业银行他买这个央行票据，那不是现金他就交到中央银行手里了吗？但是很快啊，这个中央银行又顶不住了。为啥呢？这个中央银行票据一口气发了4万亿呀，这个规模在世界货币史上都没有见过。那这个东西你要付利息啊，它是债券啊，利率4%啊，每年你要给商业银行付利息1600亿人民币，你中央银行怎么付这个利息啊？那中央银行全是印钱印出来的呀。所以你现在听出问题来了吧？你为了回笼基础货币啊，你又不得不被动的去投放额外的1600亿，你说这不是有点饮鸩止渴吗？所以当时这个行长周小川啊没招了，他跑去找家宝啊，总理，我没辙了，出口那边太猛了，我们被动印了太多钱。家宝说明白了，我去压出口去。那于是呢，国务院就采取措施，一是取消出口退税，二是人民币升值。那这两个措施其实都是让出口产品更贵呀，更贵你不就出口少了吗？可是这俩措施你不能搞太猛啊，你怕一棍子把这个经济给它打死了。那眼看着束手无策，这通胀就飙起来了。你小川如同热锅蚂蚁啊，又去找家宝报告啊，总理，我们这货币政策工具啊，教科书上教的那些还有咱们自己创造的全都用完了呀，可还是挡不住印钱啊。那家宝问，那没办法了吗？小川说，我们还有一个工具，教科书上没有，但是保中管用。家宝说，你先别卖关子，赶紧说是啥？就是开会。开会？对，开会。开会是中国所有货币政策工具当中最有力的一个啊！家宝一听就懂了呀。中央银行，你赶紧组织各商业银行的行长、那个董事长，让他们来开会。那会议上，来，中央银行先报告一下情况。那哇啦哇啦报告完，那家宝一拍板，你们各家商业银行明年的贷款量不能超过上年的贷款量。散会。就这一下子，简单粗暴，那商业银行立即就停止印钞了呀。所以我们经常说啊，这商业银行什么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它都不如党委会。你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哎呀，你看咱们学西方市场经济学了这么多年，它这个手段不适合中国呀，这玩不转呀，还得用中国自己的办法呀。其实不是，其实是中国市场化搞得不彻底造成的。你为啥出口那么火爆啊？我在这个视频里分析过，你有很多东西你是拒绝市场化的，比如你资源分配啊，你汇率啊，你都是反市场化的，你这些做法才造成了这个扭曲的结果。最后你也只能用这个反市场化的这个扭曲方式来解决问题。那除了给商业银行开会，还得给这个地方政府开会啊。为啥？因为地方政府是贷款最大的需求者呀，他不停的上大项目啊，你不把它刹住，商业银行它顶不住啊。所以家宝就给各地书记省长来开会，你们都必须压缩投资。那这回他就遇到顶牛的了，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那公开叫板的就是上海的书记陈良宇，他在国务院会议上直接朝着家宝开炮啊！你不懂经济啊，你这是要葬送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呀！那我看过这个二爷故事啊、曹操说啊，这两个频道他们都讲过陈良宇的故事，这两个频道我都非常喜欢，特别是这个二爷故事海燕啊，我觉得他的认知水平非常高。但是在经济问题上呢，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了解少一些。他们都给陈良宇非常高的评价，主要是从这个地方分权这个好处来看问题。但实际上，上海经济发展起来，它不是靠陈良宇，它是因为上海那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啊。那么从经济政策这个角度来看，陈良宇是真的不懂宏观经济啊。他说，你可以收紧别的地方的这个贷款，你不能收紧我上海的，上海我还要大发展。你这个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它是全国统一的一盘棋，你怎么可能把你例外呢？最后没办法，胡温
联手把他给抓了。此后呢，再开会就顺利了，各地大员进京开会，点头那跟磕头虫似的，没问题没问题，立刻回去砍项目。现在回头看啊，当时家宝总理以及他带的那一波人，那还真是非常专业的一批技术官僚。尽管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啊，但是你看这些货币政策的重大决策，它都是对的，体现出来高度的专业水平。我当时很幸运，我就在那个时候在人民银行的研究生院里学习，每周都有这个央行真正的这些技术专家啊，那洪儒老师啊，小川啊，小林啊，谢平啊，戴根友啊等等，行长、副行长、司局长来给我们上课，那真是比象牙塔里那照本宣科的老师们强10000倍啊！你小川、郭树清、吴小玲，那都是当时跟着洪儒行长一起调研学习的年轻人啊，那是精心培养起来的。而洪儒行长呢，又是一个中国最懂金融的一位技术专家。那洪儒当时是受子阳总理的重用啊，而子阳呢，又是在经济问题上特别务实、特别专业的一位国务院领导人。那我们简单计算一下，1990年至今，出口一共印了多少钱啊？进出口累计是7.7万亿，你粗略估计按照1比6.8来计算，总共投放基础货币50多万亿。这个数字很粗啊，肯定不准确，但大数差不多就是这样。它就占了中国的货币总量的15%。那从2008年以后呢，中国的出口印钞机就降温了，其中最根本的是2个，一个是老百姓变富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呀；二是汇率升值了，你出口它就开始比较稳定了。但是呢，2020年以后，这个进出口又开始暴增啊，尤其是最近2年，直接突破了天际。那这说明什么？说明第一，老百姓又变穷了，劳动力相对国外又便宜了；第二是汇率又被压着不让升值。所以呢，这中国今天的出口印钞机又开始了火力全开、满负荷运转。但这一次跟20年前不一样啊，2025年1.2万亿美元进出口，你按照1比7来兑换，是8.4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被投放到商业银行。按照20年前的话，这8.4万亿你要派生变成50多万亿存款呀。那中国现在总共才340万亿 M2， 那你这不肯定要带来严重通胀吗？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那中国2025年的 M2 实际只增加了 8.5%， 没有增加那么多。那为什么呢？因为商业银行发不出去贷款啦。为什么发不出去贷款啦？那是因为另外2台印钞机瘫痪了。出口印钞机印的是基础货币啊，这个基础货币进入到商业银行以后，那另外2台印钞机就开始工作，他们印的是派生货币。那第2台印钞机就是房地产。房地产行业我有好几个视频都讲过了啊，其中这个视频做了深入系统全面的讲解。那这里我们看它怎么印钞。房地产这台印钞机主要是2个印钞机制啊，第一个呢是开发商印钞，第二个是购房者老百姓印钞。政府把地从老百姓那里征收来啊，然后拍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啊。那开发商没钱买地怎么办啊？他就去银行申请贷款，银行给他发贷款，让他去拍地啊，缴纳土地出让金。这是第一次印钞。拿到地以后呢，开发商又去找银行申请贷款啊，这叫开发贷，它要用来盖房子嘛。这是第2次印钞。那贷款批下来，开发商呢租个挖掘机来挖一个大坑啊，找施工队打上几个桩，然后呢找来设计公司做几个漂亮的展示图，他就开始 PPT 卖房了，这叫期房。那么老百姓呢，过来看看大坑啊，看看墙上挂着那漂亮的效果图，桌子上摆着的那美轮美奂的沙盘图，就开始签合同买房啊。老百姓拿出来一部分做首付，然后呢，其他的去跟银行申请抵押贷款。那这是第3次印钞。其实这第3次印钞它是存在严重的问题的。比如说你申请这个抵押贷款，抵押的意思是你有实物来做抵押呀，你还不上贷款，你用这个实物来清偿，对不对？但是
你现在明明没有房子，你没盖起来呀，你怎么能叫抵押呢？你这是期房，是 PPT， 你画了个图，你这个玩意儿能叫抵押吗？你用空气做抵押呀。所以这个时候啊，放贷实际上它是信用贷款，可是银行它不敢这么签合同啊。那要是房子盖不起来烂尾了，它不就损失吗？可是你烂尾了，你不能怪老百姓啊，你应该去找开发商啊。但是银行坏得很，就把这个烂尾风险啊全都压到老百姓头上。中国这个金融制度啊，在这里设计的特别的坏。那抱歉，我想不出其他词来形容，就是一个字儿，坏。你看啊，盖一栋房子要经过上面3次印钞的过程。当然经济过热的时候啊，会收紧，比方说土地出让金啊，不让你贷款啦，啊，你不准挖个大坑就去贷款啦，你得盖出地面啊什么的。那房地产啊是个巨大的行业。1998年以后，中国又赶上这个猛烈的劳动力人口增加呀，居民收入增加呀，这两个就促成了大规模的城镇化呀。于是这个房地产行业就可以说成了中国的支柱产业，那就变成一台巨大的印钞机。尤其是2008年以后，出口印钞机不是降温了吗？房地产印钞机接过来这个接力棒，火力全开，猛烈印钞，那这个货币供应量就持续猛烈增长。结果到了2022年呢，一切戛然而止。最根本的原因啊，是劳动人口忽然间掉头猛烈下跌。当然也有政策打压的原因啊，房价开始掉头向下。结果这台印钞机就彻底瘫痪了，你开发商死了一大片呀，老百姓被这个房价暴跌这一闷棍子也打得昏天黑地呀，没人贷款了呀，熄火了。那我在这2个视频里啊，都详细介绍了未来10年房地产行业啊都很艰难，可能会有波动回暖的短暂行情，但是长期看恐怕大趋势一直是不太好。所以这台印钞机算是彻底废了。那房地产印钞机一共印了多少钞票啊？房地产开发公司贷款余额14万亿，个人住房贷款37万亿，合计50万亿，那又是占货币供应量的15%。你看，出口和房地产这2台印钞机合计印了30%的货币。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最庞大的这台印钞机——政府基建。基建是政府掏钱建设大项目，修公路、高速、铁路、机场，建设产业园区、市政道路、地下管网、地铁、轻轨等等。那基建怎么印钞呢？方法是这样的：地方政府先成立几个城投公司，又叫平台公司，然后把大片的这个荒地啊，还有其他的资产给它装进这个平台公司，包装，再由这个公司啊出面向银行借钱，借来钱去搞拆迁、搞土地平整，把生地变成熟地，然后拿去卖呀，然后拿到土地出让金，然后又再去借钱，拿借来钱去建设前面说的各种大项目。那么银行就因此发贷款，印了巨大规模的钞票。那基建啊，它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其中有2次基建狂潮。那规模最大的那一次呢，就是2008年的4万亿。你还记得我刚才说2007、08年政府一直在紧缩，对吧？它一直在防通胀、防过热呀。但是08年忽然爆发了全球金融海啸，出口一下子熄火了，出口印钞机接近停摆了呀。这真是骤热变骤冷啊！结果家宝总理一下子就来了个更猛的，要求各地政府立即赶紧上大项目，突击要上，应对这场大危机啊！出拳要狠，出钱要重啊！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哎呀妈呀，这全国上下一下子紧张起来，各地书记市长可是乐开了花啊！他们是最喜欢搞大项目、搞基建的。为啥呀？这个东西出政绩啊！一个金碧辉煌的工程给你拿出来，你看咱哥们管经济能力厉害吧？那你锦涛、家宝，你们不考虑提拔我一下？那还有啊，就这背后的原因，就这东西才能捞钱。修条高速公路，1公里造价5000万，实际成本也就是3000万，2000万都进了这些官老爷们的白手套的腰包里了。你还记得河南连续4任交通厅厅长都被抓起来了吗？他们都渴望建设大项目，
这在中国有个学名，就叫固定资产投资饥渴症。这4万亿一下子就把中国经济给烧起来了，而且发了高烧，通胀立刻飙起来了。那后面不得不采取好几年的反向措施来降温。那另外一次呢，就是2016年克强总理搞的这个棚改货币化。什么意思啊？就是当时面对经济萎靡，克强总理就要求给这个棚户区的居民直接发货币，让他们去买房同时呢进行棚户区住房改造，又掀起了一轮投资热潮。那这2轮投资热潮也是中国史上10大暴富机会中的2次无数有关系有门路的人因此赚到了大量的钱这是特权者的暴富机会普通老百姓基本与之无缘。那基建这台印钞机是最大的一台，中央政府债务加地方政府债务合计150万亿这是个估计数字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那我在这个视频再详细介绍过。那这就占了全国货币总量的45%接近一半服不服？印钱最牛叉的还是政府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批评家宝、克强总理很轻松你们搞基建的这个力度太过头了。但是我觉得这事后诸葛亮谁都会当。那08年那会儿，你换谁在那个位置上都扛不住国内外媒体大肆渲染100年不遇的金融海啸全球大危机要爆发那美国财长联储主席一个会议紧急开要救市所以那个时候反应过度，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你说基建腐败太厉害了，那是可是你不能怪家宝克强一把手你不肯搞深入经济改革或者是甚至是政治改革，你一个总理能怎样呢？你只能缝缝补补那遗憾的是，今天的经济决策不是这样了，完全都不按照正常的经济逻辑来搞。那最近这些年还有一种荒谬的论调盛行我看很多 YouTube 大 V 都对这个论调很信服。那包括我们这个王局这个论调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发展这么快，都是因为中国地方政府在 GDP 考核下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发展经济的竞争这是中国制度独特的优势，欧美国家你们不具备。那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吧，他的女儿金克瑜哈佛毕业他就把这个论调向国际上使劲鼓吹。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但是这真是不要脸的胡说八道。要是各地政府你不为了政绩，不为了捞钱，你违反市场规律，狂敛土地出让金，你疯狂的搞大项目大基建，你要不是这样，你反过来把土地出让金都交还给老百姓，把土地敞开供应，让房价保持低位，让真正的市场来发挥作用，那中国的老百姓今天会更有钱更富裕，贫富差距更小，中国经济更加健康。糟糕的是2022年以后，这台巨型印钞机停摆了。原因很简单人口崩了，那地产就崩了呀。那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它也崩了，没钱了，巨大的债务，100多万亿的地方债，把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有能力再去申请贷款投资项目那么现在那些鼓吹地方政府主导竞相发展经济的这个制度优势的这些鸟人们，现在面对这一地鸡毛，你们都躲哪儿去了？你们怎么不出来继续瞎吹你下次再碰到哪个不要脸的鼓吹这个理论，直接啐他一脸。那以上3台印钞机总共印了中国货币供应量的 75%， 那剩下的那都是正常的那企业经营的这个贷款了，占比太小了。所以你从中国这个印钞结构你就能看出来，中国的经济有多么的畸形面对大通缩的经济现实，面对2台印钞机瘫痪的困境，这个时候决策者却忽然提出来说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哎呀，这是一种很让人无语，非常不专业的认知。你这是把治国当种地了呀！哎呀，这真是一言难尽。好，朋友们，喜欢我的视频
给我点赞转发啊！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关注的时候别忘了打开小铃铛订阅，这样我有新视频你就立即可以收到通知了。我们下期再见。